实习生进公司的第一天，报警指控我儿子侵犯她。就是你儿子强迫了我，你为什么不肯承认？今天必须赔200万，再把公司送给我女儿，不然我告你去！快点赔钱！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的儿子只是一头猪。带嫌犯高小宝过来。这里最后再核对一遍，千万不能出错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哪位同事有空去我家取份文件？高总，稍等一下啊。高总，我去帮你拿吧。我叫刘菲菲，是新来的实习生。我儿子在家，你小声点，不要打扰到他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给他新买的项链，你帮我放客厅就行。放心吧。谢谢。刘菲菲，哼，就你了。哎，快点，今天一定得好好给他个教训。加骑上，加骑上，我资本家，西部老师加骑上，加骑上，我资本家，西部老师加骑上，加骑上，高月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滚出来！给老子滚出来！滚出来！高月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去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让高月出来！你儿子有脸做出这种丑事儿，没脸出来是吧？高月，给我滚出来！高月，滚出来！给我出来！高月，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我是高月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就是高月。好你个高月啊！我女儿好心把你拿东西，没想到啊，竟然让你的畜生儿子给强迫了！我儿子强迫了刘菲菲，这不可能！我儿子强迫他，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女儿清清白白一个女大学生啊，居然让你的畜生儿子给糟蹋了！高总，是你让我回家帮你取文件，结果我一进门就被人捂住了鼻子，强行拖进了房间，我就被欺负了。这刘菲菲才刚毕业吧，就遇到了这档子事儿，以后还怎么活呀？早就听说有孕妇欺负女大学生，没想到高总也是这样人面兽心的畜生。刘菲菲，我是让你帮我回家取文件不假，但是
我儿子他根本就不可能欺负你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。我这什么？哎呀！你个恶心眼的东西！你儿子欺负了我姑娘，你还想起来？我女儿可是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啊，她将来是要当老板娘的呀！你儿子欺负了我妹妹，必须赔偿损失，要不然我就报警，把你和你那个畜生儿子都抓进牢里。怎么着？你也得100万的精神损失费。对，赔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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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100万！你们还真敢喊啊！刘菲菲，我问你，你确定欺负你的人是我儿子？敖总，我知道你想包庇你的儿子，难道我就不无辜吗？我好心帮你取文件，结果被人硬生生躲进房间折磨了整整5个小时。他还说他叫高小宝，他妈妈可是总经理，如果我不配合的话，就要整死我。你敢说高小宝不是你儿子吗？我儿子是叫高小宝没错，但他根本就不可能欺负得了你。今天大家伙都听听，亲口承认那个畜生高小宝就是他儿子。我女儿刚从医院做完检查呀，她身体多处裂伤，可怜的还是个小姑娘。这得下多狠的手啊！这高小宝也太不是个人了。这高总平时看着人模人样的，儿子却是个畜生。刘菲菲，我没工夫陪你闹。我儿子有没有欺负你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提醒你，造谣污蔑他人可是要坐牢的。你个老不死的还敢威胁我们！我告诉你，老子不怕。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那也是先抓你们儿子。要是不想你们高家断了香火，就赶紧给我赔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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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括你这公司，还有你的房子、车子，统统都得赔给我们。报警！受欺负的是我女儿，老娘还要报警啊！敖总，我知道你们是有钱人，但难道我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就因为我出身低，就活该被你们踩在脚下，被你们玩弄吗？那我还不如去死！我可怜的女儿啊，你要出事儿了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大家快看看，有钱人欺负我们穷人，是要把我们一家给逼死呀！太无耻了！儿子是畜生，当妈的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必须曝光他！曝光！还慈善基金会的老总呢，我看他跟他儿子就是狼狈为奸的烂人。刘菲菲，凡事也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。你说侵犯你的人是我儿子，好，那你有证据吗？拿出来让大家伙看一看啊！你该不会什么证据都没有，空口白牙就想让我儿子背黑锅吧？刘菲菲，你要是有证据，就快点拿出来，我们大家为你作证啊！磨叽这么半天，你们该不会是没有吧？谁说我没有证据？我有证据，能证明就是他的儿子高小宝强迫了我。你好好看看，这些还有这些，都是高小宝留下的证据。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？当时我帮高总去他家取文件，结果一进门就被他儿子强行拖进了房间。有人吗？
沈村长，他只用绳子把我捆了起来，我趁他睡着才逃了出来。我知道你们母子是这样的人，当时我就不敢好心帮你取文件。一个女孩子是不会拿这种玩笑说自己的，这件事肯定是真的，曝光他。高总，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还要继续包庇你的儿子吗？你一点都不感到羞愧吗？羞愧？我为什么要羞愧？凭着几个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伤口，就随便污蔑别人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凶手是你？又或者是你呢？你个老不死，再乱说我劈了你！你的意思是我妹妹拿自己的情来污蔑你？我呸！我可怜的女儿啊，小小天里却其实真心，这个杀千刀的畜生化给死不承认，这世上还有没有王法了呀？把他给评评理啊！刘菲菲，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做出这种事儿，我念在你年纪尚小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欺负你的人究竟是谁？高月，欺负我的人明明就是高小宝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呢？好，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儿子欺负了你，那我问你，我儿子他长什么样子？身高多少？是胖是瘦呢？这些问题如果你回答不上来，那就是你在说谎。你言之凿凿地说，欺负你的人是我儿子。回答我的问题。他当时蒙住了我的眼睛，我什么都看不见呀。脸都没有看清，你就敢一口咬定欺负你的人是我儿子？哎呀，我当时太害怕了，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很害怕，你不要再逼我了。刘菲菲，你别再演戏了。我妹妹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这么逼她？你还是人吗？高总，同为女性，刘菲菲刚遭遇不幸，你还要逼着她回细节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？就是太过分了，你太过分了，真是。今天就是不给我们说法，我们就离职。对，离职，都离职，离职，离职，都离职啊！离职，离职。既然解释不清楚，刘菲菲，你敢不敢跟我去做 DNA 鉴定？我去做鉴定，到时候我们都去为你作证。对，家人们，这就是那个强奸犯臭名昭著的妈。受害人已经进去做鉴定了，等结果出来，好好打这个女人脸。医生刚从我体内提取了 DNA 信息，我才刚被欺负，就又要经历一次。高月，这样你满意了吗？刘菲菲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愿意当着大家的面澄清事实真相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事实就是你儿子欺负了我妹妹。今天不只是赔钱了事，我还要让你的儿子进去坐牢。对，让他坐牢，坐牢。这是从刘菲菲体内提取的体液与高小宝对比的报告结果。刘菲菲，既然你一口咬定施暴者是我儿子，那我们就让证据来说话。如果是我儿子，不论是赔偿还是坐牢，我都认。如果不是，你们一家三口伪造证据、敲诈勒索，我绝对会追究到底。不能看，我才刚毕业就经历这种事情，我已经很惨了，一定要当众再羞辱我一次吗？
既然心里没鬼，你怕什么？谁害怕了？害怕的应该是你的畜生儿子才对。姓高的，只要你让你儿子娶了我们家菲菲，再给我们1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我们可以不追究。要么赔钱，要么让你儿子娶了我妹妹，以后你们的公司就交给我们打理。这次的事儿就当我们吃点亏。原来都那么大一圈，竟然是为了公司。刘菲菲，既然你们一家胃口那么大，那我要让你们彻底梦碎。各位网友们，我高月问心无愧，倒是他们遮遮掩掩不敢打开报告，是不是心里有鬼呀？刘菲菲，你快把报告打开呀，把证据甩在他的脸上。对，赶紧拿出来。我看看。相似度99.9%，支持体验来源于高小宝。支持体验来源于高小宝，这怎么可能？看看，姓高的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现在证据就在这里，你还敢狡辩？刚才是你自己说的，只要我们拿出证据，赔钱还是坐牢你都认。我现在就让你把公司转移到我妹妹的名下，不然你儿子就等着坐牢吧。对，这报告，是假的。这报告是你让做的，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？我说它是假的，那它就是假的。刘菲菲，这份报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高总，是你要做体验鉴定，我刚刚强忍屈辱才做完，做完了你又不认，你是一定要逼死我才甘心吗？我是真听不下去了，这儿子是个畜生，当妈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就是啊，鉴定报告都出来了，还想抵赖？这种当妈的就该一起吃牢饭。刘菲菲，这份报告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警告你，伪造证据是违法的，足以让你牢底坐穿。高月，你助纣为虐，到现在还袒护你那个畜生儿子，真当我们刘家没人是吧？高总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是不肯承认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谁是嫌疑人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你的儿子涉嫌一起强奸案，你儿子呢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警察同志，抓他！我女儿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就被他的畜生儿子给糟蹋了，还死不承认，把他扭到橘子里去，我让他赔得倾家荡产。我是说过，只要你们拿出证据，我愿意赔偿。但这份体液根本就不是我儿子高小宝的 ，DNA 都对上了，你还想抵赖？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把他抓起来，我们都可以帮忙作证，看他还怎么嘴硬。高总，原本我是想给你儿子一个改过的机会，你自己不珍惜。警察同志，我要举报，就是他的儿子高小宝侵犯了我。这份体验报告就是证据。高月女士，受害人已经拿出了 DNA 检测报告，你如果拿不出证据，我们只能把你移送到相关单位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同志，我有证据证明这份检测报告是伪造的。请你放屁！我的证据就是我儿子。就在刚才，我已经让保姆把我儿子高小宝带了过来。刘菲菲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我儿子到底是谁？
啊？这我高小宝竟然是只猪！刘菲菲，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我儿子高小宝，一头货真价实的小香猪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一口咬定是我儿子欺负的你，我问你，一只猪是如何把你拖进房间，又是如何拿绳索捆着你，折磨了整整5个小时？回答我！念着菲菲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该不会是刘菲菲整的一出仙人跳吧？你这瞎子说话呀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侵犯我的人就是高小宝。高总，想不到你为了给你儿子脱罪，居然找了一只猪来假冒，你在羞辱我是吧？假冒，他就是高小宝，如假包换。好，既然你说他是高小宝，这份体验报告还有我身上的伤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份体验报告上清楚的显示了，体验来源就是高小宝。对呀，高小宝有可能是假的，那这份体检报告不可能是假的吧？谁知道他是不是临时找头猪来演戏，故意袒护他那个强奸犯儿子呢？对，刘贝贝，这份体验报告是怎么回事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还有你们医院，我儿子一头猪为什么会和人类的 DNA 匹配上？你们医院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放屁！这根本就不是高小宝，姓高的，你别想着你弄头猪来糊弄过去了，你肯定把高小宝藏起来了。高月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你就告诉我高小宝在哪儿，他都有脸做这种事情，凭什么不敢认啊？你们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啊？我说了，他就是高小宝。除此之外，我家没有任何其他男性。切，你撒谎！你肯定把真正的高小宝藏起来了，你还说你家里没男人啊？你敢不敢让我们大家伙去你家里搜？对，王秀兰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家你们想搜就搜，你当你们是什么执法队啊？大家快看啊！他心虚了，他不敢让我们去他家里，高小宝肯定就藏在里面。刘菲菲，我可怜你从农村出来，勤奋上进，我这才破格录取你进公司，可你居然联合你们一大家子人造我的谣。好，我让你们搜，要是你们什么都搜不出来，那就是寻衅滋事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高小宝，给我滚出来！高小宝，给我出来！高小宝，滚出来！人呢？高小宝，给我出来！躲躲藏藏的。快看！起来！奇怪了，家里怎么一点男人的东西都没有啊？呀，没找到啊！怎么样？找到你们要的证据了吗？要是没有，我就告你们私闯民宅，寻衅滋事。都说了家里没有男人，看你们分得乱七八糟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一定是你提前通风报信，让高小宝先藏起来，然后让他把所有的屋子都打扫干净。高月，你好算计啊！
我刚从老家回来，就立马带小宝去了医院，哪有时间做这些呀？你们看，这是我的车票。假的，一定是你提前准备好的。王秀兰，这个家你找也找过了，翻也翻过了，怎么找不着证据就要开始撒泼了吗？就算处理过，也不可能一点证据都没留下。难道真的是刘菲菲在撒谎？是啊，别咱们在这冲锋陷阵，人家一句误会，没事了。你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不说话呀？是的，高小宝是人，是活生生的人。我记得我刚一进门就被拖进了那个卧室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还拽下了他的锁链，是个金锁。只要能找到那个金锁，就能证明我没有说假话。哦，对，金锁。妈，你看，金锁找到了。高月，你不是说你没儿子吗？那这个金锁你怎么解释？这不是我让刘菲菲帮我带回高家的金锁吗？大家伙快看，我女儿可没有撒谎。我去，真有金锁！高月，你敢说这个金锁不是买给你儿子的？这金锁确实是我买的，但是我是买给他的。陪头猪买金锁，你蒙鬼呢你！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……我就跟你没完！够了！你们闯进我家，打碎古董，真当法律不存在了吗？还有你，这个金锁是我托你帮我带给我儿子的，你拿它当做证据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高总，你明明什么都没有托我回家带过，你知道，你就是不想承认。那我的清白怎么办？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，就那么难吗？我可怜的女儿啊！让我们穷人家就活该被有钱人欺负吗？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啊？大家评评理呀！你们一家子真是唱的一出好戏呀！可惜了，刘菲菲，你不知道的是，为了掌握小宝的动向，我早已经在家里安装了监控。张妈，手机。既然你说是小宝欺负了你，那我就打开监控看看，究竟是谁在撒谎。既然你们不相信我说的，那监控总不能作假了吧？刘菲菲，就算你巧舌如簧，但事实就是事实，永远改变不了。后面的监控怎么被删除了？高月，这就是你说的证据。我女儿从你家出来就变成这样，这个监控恰恰证明了我女儿就是在这里受到的侵犯。监控明明只有我的电脑才可以删除的。
刘菲菲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哎，你们家的监控我们怎么知道？我看呐，他就是想袒护他那个畜生儿子，自己把监控删掉了，然后贼喊捉贼。你现在给我们赔礼道歉，然后拿出2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我们可以考虑原谅你。想要钱？做梦！就算监控看不了，但我还有一个人可以替我正面。刘菲菲，我说你工作偷奸耍滑，怎么会突然热心的帮我送文件？原来在这是个圈套等着我呢。但你没想到的是，在你走后不久，公司的副总王文也来过家里。你说你被困了5个小时，那他一定也在这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看看有没有这回事。王文家境贫困，是我资助完成职业，也跟在我身边5、6年，肯定不会背叛我。包总，您叫我。来得正好。刘菲菲一口咬定说小宝强迫了她。那天你也来过家里，你告诉大家真相究竟是什么？高总，我确实见到小宝欺负刘菲菲了。我确实撞见小宝欺负刘菲菲了。大家看看啊！说什么？那天我刚到家门口，就看到刘菲菲衣冠不整，浑身是伤的跑出来。小宝甚至跪在地上求我不要把事情说出来。我原本打算把这个秘密隐瞒下来的，可是高总，我实在承受不住内心的谴责。小宝下跪求你。王文，你跟我认识多久了？来公司5年，再加上你资助我的10年，10多年了。既然你跟我认识了这么久，那你应该清楚的知道，我没儿子。你帮着他们这么冤枉我，这就是你回报我的方式吗？高总，事到如今，我不能再帮你隐瞒下去了。这是你当年在私立医院开具的生产记录，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你有过一次生产经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就是证据。老岳，你还敢狡辩？就是，这个报告上白纸黑字的写着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赶紧把你儿子交出来，赔偿我妹妹精神损失。王文，伪造证据，好玩吗？刚才我还在想，究竟是谁可以打开我的电脑删掉监控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是我资助了10年，又费尽心思栽培的你。高总，我知道你儿子犯下如此大错，你非常的痛心。但是高总，这事关公司的声誉，我们不能看着你继续糊涂下去了。现在唯一的解决措施，就是您及时的补偿，赢得刘家人的原谅。就是，你住这么好的房子，我不信啊，你连200万都拿不出来。还有啊，你儿子欺负了我女儿，他必须负责，必须让你儿子娶我女儿，然后拿出你们高家1半的家产当聘礼。
拿着一份假的报告，张口就要我高家1半的家产，你们真当人是傻子吗？高总，您怎么能说这是假的呢？这上面都盖着医院的章子，为什么就是假的呀？这份报告漏洞百出，我的血型是 A 型，可报告上写的是 B 型，就连我的出生日期都写错了。你告诉我，这是真的？是啊，上次集团公司体检，我记得高董的血型是 A 型。哎，难道这份报告真是假的？我讲你呀，这都多少年以前的东西了，那医院搞错那也是有可能的。就是搞错了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，刘菲菲的 DNA 报告也搞错了？我的证词你不信，医院出具的 DNA 报告你也不信，高月，你好狠毒的心！那我去死好了！哎呀，菲菲呀，你要是个3长2短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是啊，妹妹，你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哎呀，不是我不想活，是他们高家欺人太甚，我只有一死才能证明我的清白。你们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吧。你别瞎说，你别瞎说！哎呀，我管我，你别管我！各位网友，我女儿受欺负了，这个当妈的却耽误她的出生儿子。难道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就活该受欺负吗？求求大家了，可怜我这个当妈的吧！是啊，高总，刘菲菲已经够可怜了，你真的要把她逼死啊？够了，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钱我是不会给他，但是你要真想嫁给我儿子，也不是不行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给你们500万彩礼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就看你们答不答应了。条件？什么条件啊？刘菲菲，你真想嫁给我儿子？是高小宝先强迫的我可不想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，我只能嫁给他。好，我同意你嫁给我儿子，并且给500万彩礼。彩礼给500万？你会有这么好心？前提是他刘菲菲必须当着广大网友的面跟我做一个公证，证明他刘菲菲是在知情自愿的情况下嫁给我儿子高小宝。如果违反，不仅要退还500万彩礼，还要双倍返还。双倍返还？那岂不是1000万？这公什么公正啊？我们不公正，你就直接给我们500万。这50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！万一你们骗婚了怎么办？只要你们同意，彩礼钱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，就看你们敢不敢答应。妈，这一大笔钱，我婚事不就有着落了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怎么可能骗你？再说了，公证内容具有法律效应，谁违约，谁就要赔偿。行，500万1分都不能少。公证内容我已经写好了，没有问题的话就按手印吧。刘菲菲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等你知道真相的时候，不要后悔。
请各位网友跟我一起做一个见证，刘菲菲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嫁给我的儿子高小宝，如果她反悔，她要赔偿我1000万。哎呀，公正立好了，赶紧把钱拿过来吧。这500万，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们。你还想反悔啊？急什么？万一你们拿着钱跑路了，我岂不是人财两空？我可以先给你们250万。妈，你瑶瑶那边还催你买婚房呢，先把钱拿到手再说。行，250万就250万。这张支票有250万，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，在结婚之前，刘菲菲必须住进我高家。行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他就是你们高家的人。亲家母，你想怎么使唤他都行。他在家可勤快了。是啊，刘小姐，就当先熟悉熟悉环境。下个月，我将为我儿子高小宝和刘菲菲举行典礼，到时邀请诸位一起来做个见证。家人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网络正义的力量。高总，这么做不就对了吗？犯了错就要认错。高家家大业大，更应该给社会大众一个满意的答案。我相信大家也愿意给小宝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改过自新，我只相信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我倒要看看婚礼上知道小宝真实身份的时候，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喂，事情进展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高月那个老女人呢，已经让我住了进来。我本来还以为她儿子有什么毛病，没想到就是个傻子，连面都不敢露。等我拿捏了那个傻子，整个高家就都是我们的啦。好，你进入高家之后，一切按照计划行事。你在和谁打电话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改口倒挺快的。妈，我跟小宝很快就要结婚了，这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呀。您放心，等我们结婚之后，我跟小宝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您这个时候来有什么事吗？我来看看你住的习不习惯。你适应的倒还挺快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我有事儿要交代给你。老妖婆。是什么东西？快来人，把这些人给我弄走！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我的小宝少爷，你没被吓到吧？你叫他什么？少爷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大早上放只猪在我床上，你就是要吓我。刘小姐，这是我们少爷的房间，您是客人，您睡着我们少爷的床，现在反倒要把我们主人赶走，有这个道理吗？你什么态度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以后高家的女主人，你敢这么对我，爸以后为我报复吗？
那就等你当上女主人再说，我随时候着。小宝少爷，咱们不跟着疯子吵，我带你去吃早餐。妈，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赵妈，她大早上吵醒我不说，还放了一只猪在我床上吓我。这是我的意思。你的意思啊？你一觉睡到大中午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还以为你没有规矩。哎呀，可是我没有什么可是，我们高家是豪门望族，既然你是小宝的未婚妻，有一些规矩你必须要提前学会。高家儿媳 KPI 考核表，高家儿媳 KPI 考核表，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还有这种东西啊？都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豪门儿媳如果没有一个标准，家族还怎么兴旺下去？这个上面记录了小宝的衣食住行标准，等你考核通过了，我就给你和小宝举行婚礼。可是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每日亲手给全家做一日三餐，玉米要精准控制在288粒。还有这个手洗贴身衣物，水温严格控制在24.5度，误差还不得大于0.2度啊！你也知道，小宝啊，从小娇养，吃住方面特别挑剔，稍微有一点不合心意，他就会闹脾气。你作为他的妻子，多担待一点，不然我以后怎么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呢？哎呀，可是但是这也太离谱了，妈，你是不是在耍我？怎么会呢？我要是不喜欢你，就不会同意你进门的。妈，行了，你要是能做，就留下来；做不了，我们高家也不缺这么一个儿媳妇儿。赵妈，带菲菲去厨房吧。我知道了，妈。高月，等我拿下了高小宝，第一个把你赶出去。多了，煮饭的水一定要控制在450毫升，多一滴都不行。接下来，把少爷最爱吃的配料加进去。猪饲料？哼，你确定高小宝爱吃这个是吧？当然了，少爷最爱吃的就是这个。你既然想嫁给他，就得记得啊，玉米一定要288粒，多一粒少一粒都不行，而且要逐粒清点。如果变色了、破损了，都要重新准备。等下燕窝炖好了，给夫人端过去。喜欢吃燕窝是吧？加了料的燕窝，让你吃个够。妈，这是我特地给您炖的燕窝，您快尝尝。卖相不错，辛苦你了。还是你吃吧。妈，我不饿，这燕窝您自己吃吧。不饿也得喝，这燕窝啊是特意炖给你的，女孩子多喝这个
养气色，补身子，以后也好跟小宝过日子。是啊，刘小姐，这可是进口的头起燕盏，别辜负了夫人的一番心意呀。哎呀，我最近肚子不舒服，吃不了这么滋补的东西，怕消化不了。还是你来喝吧。你再三推阻，这燕窝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哎呀，妈，您别多想，我现在就吃。看来他还是不安分，接下来该给他上新的压力了。高月，你让我受的这些苦，迟早有一天我会全部还回来。刘小姐，干什么？夫人说了，规矩要一步步学，之前学的都是基础，今天要学新的家规了。不许动！你连站姿都站不好，才半个小时，你学会了4个茶杯，你够了！你这是故意针对我是不是？妈，赵妈她根本就容不下我，你看她都把我打成什么样了！菲菲呀，赵妈可是高家老人了，她怎么会针对你呢？你要多找一找自己的问题。这马上就是婚礼了，要是你仪态不好，到时丢的可是高家的人。我原本还打算把这条项链送给你，当做你和小宝的新婚礼物。一条破项链能值多少钱？不多，也就500-600万吧。500-600万！哎呀妈，放心，这个礼仪呀，我肯定会好好学。等小宝结婚之后呢，一定会好好孝敬你啊！我现在就去学。夫人，你真的要把这套钻石项链送给他？玻璃瓶子做的，不值什么钱。你居然让我给猪刷厕所！我是你们未来的少奶奶，不是下人。你刚才不是还说要好好照顾小宝少爷吗？再说了，你连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，你将来怎么当好高家的少奶奶呀？就是这点苦啊，忍。等以后当了咱少奶奶，迟早我说了算。干妈，这是你委托我调查的有关王文在公司违法乱纪的证据。这些年，王文一直在公司挪用公款、虚报账目，甚至吞掉了很多受助人的慈善款，就连这次的污蔑也是他一手策划的。我调查过了，他和刘菲菲的关系早就不一般了。这个王文，当初我好心资助他完成学业，还让他进公司来历练，没想到喂出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他用贪污的钱收买人心，现在公司大部分都是他的人，我们一时半会儿很难动他。基金会是我半生的心血，我不会让他就这么毁在这种人手里。小琪，有一件事儿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三妈，要不是您资助我学业，我也当不上律师，您尽管开口。好，把手搞死。搞小宝，过了那么久，算让我逮到你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
有什么事电话里面说，这什么事非得让我跑高家一趟？高月他去公司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，看见高小宝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看见高小宝了？你确定你看到的是高小宝？当然了，我都听见那个人喊高月妈，高月还摸了他的头发，举止非常亲密，绝对不会有错。高月那个老妖婆最近一直折磨我，你看我的手都脱了一层皮。最关键的是，他还不让我见高小宝，摆明了就是不想让我进门嘛。哎呀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计划都要泡汤了。看来那老妖婆子是故意防着咱们呀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倒是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怀孕。只要你肚子里怀了能够继承高家的孩子，多一个高小宝，少一个高小宝，又有什么区别啊？可是我现在连高小宝的面都见不到，还怎么怀孕啊？谁说一定是高小宝的孩子呀？没有他不是还有我呢吗？等到孩子出生以后，咱们再让那对老妖婆母子永远闭嘴。到时候有谁会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高家的种？到最后，整个公司不都是咱们的了？刘菲菲、王文，你们确实好算计，但接下来该轮到我收网。赵妈，刘菲菲呢？没看见呀，这一大早就没看见人影。你带着这么大一堆人进来高家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他让我妈陪我去了趟医院。哎呀，亲家母呀，我跟你说一个天大的喜事儿，菲菲呀，怀孕了！怀孕了？我也是刚知道，我肚子里有了小宝宝。菲菲呀，今天跟我说的时候啊，我还不相信呢，就赶紧啊拉她去医院做了个检查，结果啊，菲菲肚里真怀了你们高家的金孙。哎，这不，我赶紧啊把大家都叫过来，沾沾喜气儿。家人们都看到了吗？高总的儿媳妇怀孕了，咱们今天呀必须给菲菲撑腰，给她把牌面拉满。对。高总，既然我妹妹怀了咱们高家的孩子，那这个婚期是不是得提前了？而且咱们之前的彩礼还没给完呢。菲菲呀，委屈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高家名正言顺的少奶奶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还有这个，就当做是我送给孩子的见面礼。哟，这得值多少钱呢？不值多少钱，也就500-600万吧。看来这老妖婆是真的被我拿捏住了。为了这个孩子，她什么都肯给。菲菲都怀孕了，亲家母，这彩礼怎么也得加一点吧？啊，对，得加彩礼。是得加，不过你们想要多少？我要1000万。1000万！1000万！你们这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！你这哪是嫁闺女啊？你分明是卖闺女！臭忠告！哎，你个死老太太！我们主人家说话，你跟下人插什么嘴？把嘴闭上！来，亲家母，你看看这个。哎，我跟你们周围已经打听过了啊，
这5金呢得论斤买，还有房子车子，哎，我都列个清单，你照着买就行。这加上房子和车子，不得大几千万啊？刘家确定不是在卖女儿吗？是啊，虽然高家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要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那怎么了？我们家菲菲肚里啊，怀的可是高家的金孙，是高家的大功臣。那彩礼多要一点啊，合情合理。就是，我看你们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大家可千万不要误会我的亲家，菲菲怀了我们高家的长孙，是我们高家的大功臣。别说1000万了，就是1个亿，也换不来我这个金孙子。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，我儿媳妇想要什么，我都满足。不仅满足，我还要加倍的给。要吧，尽情的要。婚礼那天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现在吞下去的每一分钱，以后都要加倍的吐出来。服务员，把你们这店里啊最贵重的都给我拿出来。我们家菲菲啊，这是怀的高家的金孙，只有这种贵重的才显得重视。妈，这金镯子太重了，我怀着孕不方便，我换个普通点的就好。哎呦，我的傻闺女，你呀就是太善良了。就是啊，这选最贵重的，既是抬举你，也是给他们高家撑场的。妈，你要是嫌贵的话，5金这些我们都不要了。我现在已经有了小宝的孩子，只要小宝肯对我好，结婚之后过的苦点累点，我都可以接受的。我不需要这些虚的。自己都是身价上亿的老板了，连给怀孕的儿媳买套5金都不肯，也太抠门了吧！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婆婆，我婆婆她只是太忙了，没空考虑这些啊。什么太忙呀？我看啊，就是恶婆婆苛待怀孕儿媳。我说刚才怎么答应这么痛快呢？原来都是装的，根本就没想掏钱。都给我住口！我们高家儿媳妇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在这编排了？你们这么一唱一和，不就是在说菲菲是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、贪慕虚荣的女人吗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只是个传统的女人，不懂这些金银首饰的好坏。要不还是你们挑吧，什么样的都行。你挑便宜了，他们会卖得更凶。你只能挑最贵的，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。哎呦，菲菲呀，你婆婆呀那么有钱，肯定会给你挑贵的。更何况你现在怀的可是高家的金孙，就算不看你的，也会看孩子的面子上。你说是吧，亲家母？你妈说的对，菲菲，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，我怎么会苛待你呢？服务员，把刚才菲菲看过的所有首饰全部打包起来。哎呀，妈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想不到这个老女人这么重视这个孩子，看来我得趁机多要点。亲家母呀，既然呢你这么疼菲菲，我呢还有一个小要求。你看菲菲的哥哥呢还没结婚呢，那女方正等着5金催婚呢，要不你一起买得了？这个你们高家也不差这点钱。我倒是头一次听说给儿媳妇买5金，
还要连娘家哥哥的五金一块买了，这怕是不合规矩。哎，什么他妈狗屁规矩？我看你就是不想掏钱。就是啊，亲家母，要不是被你儿子欺负呀，我女儿一个女大学生，那首富夫人也是能当的。给他哥哥买点金子算什么呀？何况你们高家又不差这点钱。好了妈，你别说了，我这身子本来就配不上人家高家，人家能要我已经感激涕零了。这哥哥的五金，我们怎么还好要求这些呀？大不了我出去多打2份工，慢慢攒就是了。刘菲菲太可怜了，自己都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还这么懂事儿。就是啊，本来就是高家理亏，一套五金算什么呀？啊，这个钱都不想出，你们太没人性了。高月，我就不信这么多人看着你敢拒绝。今天这金子我买定了。好，你肚子里怀了高家的孙子，一切都是你说了算，这才对嘛。把这些还有这些都给我包起来。哎，对，妈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哎呀，金家母啊，既然这五金都买了，那房子怎么得准备一套吧？几位你好，这是我们小区最热门的3居室，南北通透，采光极好，特别适合孕妇养胎。哎呦，这么小的地方啊，也就够2个人住。我女儿可是怀的金孙，那将来可是要请保姆照顾孩子的，这点地方哪够住啊？还有没有更大更好的？阿姨您别急，我们还有一套大平层，装修豪华，就是价格相对比较高，得这个数。我要啊，那一栋。您是说您要买这一栋楼？这一栋可有10多套，价格可不便宜。是啊，亲家母，这一栋楼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行，不多啊，强子住一套，我住一套，剩下的租出去，也方便呀。菲菲随时回娘家，反正啊，你们高家有的是钱。再说了，那菲菲可是怀的高家的种，总不能这奶奶住着大别墅，我这亲外婆在外面挤着住吧？等菲菲呀把儿子生下来，那公司不都是她的？妈，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。怎么会呢？不就是一栋楼吗？刷卡。这五金也买了，楼也买了，这下总可以了吧？还不够。还不够？你们还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呀，把公司1半的股份转到菲菲名下。你想要公司的股份？我妈不是那个意思，妈，你别瞎说，这公司都是我婆婆在打理，我怎么能要她的股份呢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那公司是不是姓高？就是高小宝的嘛。你婆婆就是个外人，那也是暂时帮小宝打理，那将来不是还得交给你的肚里的金孙呢？你作为长孙的母亲，你要一点股份有什么不妥的？谁告诉你公司是高小宝的？那不能是我妹夫的，还能是谁的？你一个女人能创这么大的公司啊？那肯定是小宝父亲留下来的，你最多也就是代为管理。是啊，亲家母，这做人不能太贪心，这占别人东西时间久了呀，就当成自己的了。我劝你呀，还是早点退休。咱们做女人的就应该安分守己，还没事在家带带孙子。你就把公司交给菲菲、小宝他们打理。实在不行，我儿子也是可以帮忙的。没问题啊，高姨。那我在厂里的时候就是小组长，就专门管人的。你也不用给我太高的职位，你就随便给我一个经理什么的当当就行。对。
行不行啊，亲家母？你到底给个准话啊！想要股份啊？行，我可以给你们。妈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！我一看亲家母啊，就是个上快人儿。哎呦！郝助理，帮我准备一份股份转让合同。高总，这是您让我准备的股份转让书。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那就签。妈，你签好了，先到你了。哎，妈，怎么了？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合同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我就这样把这些股份转让给你，确实有点太草率了。毕竟啊，这股份以后是要留给你腹中孩子的，万一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小宝的怎么办？要不这样，菲菲啊，你当着大家的面发一个誓，保证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小宝的，怎么样？哎呀妈，我肚子里的孩子肯定就是高小宝的呀！我看发誓就没这个必要了呀。可我就这样把股份交给了你，公司的股东们也不会同意的，除非你能证明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小宝的。哎呀，不就发个誓吗？磨磨唧唧的。我的好妹妹，这让你发你就发呗。菲菲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白呀？不会真的不是小宝的孩子吧？那怎么会呢？我刘菲菲在这里发誓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高小宝的。如果是假的，我就遭天打雷劈。每天发毒誓的人那么多，老天爷应该不会注意到我。现在可以签字了吧？哎呀，我这心里呀还是放心不下。要不这样，郝助理，你让律师再帮我加一条，等孩子出生以后，证实是小宝的孩子后，协议才可以生效。好。刘菲菲，你以为拿到的是股份，其实是送你们一家进去的铁证。嘿，太长了。亲家母就是爽快，果然呐是豪门气度，这说给就给，一点都不磨叽。这以后菲菲呀，在高家那就彻底有保障了。妈，还是你有办法，这可是公司一半的股，这下咱们也成身价千万有钱，我看谁还敢瞧不起咱们？菲菲怀的是我们高家的金孙，是我们高家天大的功臣，给他足够的保障也是应该的。以前的误会也该随着这份协议彻底翻篇。公司的股份说给就给，高总对刘菲菲实在是太好了。看来之前呀，我们是误会高总了。是啊，哎，高总真是大气，换了别人根本做不到这一步啊。既然大家都在，那我正式邀请诸位下周来参加我儿子高小宝和刘菲菲的订婚典礼，也请大家共同见证他们的幸福。爸，既然咱们都要热热闹闹的办订婚宴了，那什么时候你让我见见小宝的亲朋好友？对，亲家母啊，菲菲说的对，你那小宝的亲戚朋友是该见见，毕竟以后都是一家人，都订婚了还互不认识，这传出去多不好看呢。哎，就是，
万一小宝的朋友们都是豪门大佬呢，这以后也能帮衬帮衬我，早见早熟些。你们说的对，都是一家人，确实该见一见。放心，我会一一邀请的。各位宠物家长们，我儿子高小宝将于下周在酒店举办订婚宴，诚请各位家长共同见证。邀请我已经发送好了，菲菲呀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永生难忘的婚礼。好的呀。什么？高小宝要订婚？什么情况？高小宝要订婚？高小宝不是一只圆滚滚的小香猪吗？这年头猪结婚也要办婚礼？这事儿也太离奇了。下周去凑凑热闹，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。我们家菲菲呀，就是有本事，这一跃就成为豪门后太太。这当妈的也能跟着享幸福。就是那个老东西还是什么董事长呢，我还照样让他们拿捏的死死。不过菲菲，那剩下的250万彩礼什么时候给我？你嫂子那边还等着。放心，少不了你们的。等我嫁进高家，坐稳高家少夫人的位置，高家的钱都是我们的。哎呦，菲菲呀，最有出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订婚，那高家的宾客肯定随不少礼，那可都是我们刘家的钱。走，大强，咱们盯着点去。哎，走。今天过后，你就是高家的少夫人了。咱们的计划马上就要成功。你天天就想着你那个计划，我马上都要揣着你儿子嫁给别人了，你一点也不担心我们娘俩。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们的未来在谋划吗？等咱们的儿子出生以后，我再想办法弄死高月那对母子，以后公司就都是咱们说了算。至于高月那个老太，这几天他一直折磨我，等他落到我手里，我要他好看。堂堂公司副总出现在新娘的化妆室，孤男寡女，怕是不合适吧？菲菲曾经是公司的员工，我来送个祝福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倒是高总很快就要儿孙满堂，恭喜啊！婚礼马上开始了，走吧。哎呀，亲家呀，就是阔气，这出手真大方。不愧呀，是身价不菲的豪门，连办个订婚宴都这么讲究，真是太有面子了。可不是嘛，以后啊，咱们就是正经亲家。高家这么有钱有势的，以后啊，可得多帮衬帮衬我们刘家。对，亲家母，菲菲呀，怀了你们高家的亲孙，这以后交给你啊，我这做父母的就彻底放心了。妈，放心，等我拿到公司一半的股份，肯定好好管理公司，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。股份的事儿，先不着急。等会儿订婚宴开始后，我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哎呀妈，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不过小宝怎么还没到啊？对呀，他可是今天的新郎官，他要是迟到了，
宾客看到了会笑话的。小宝在后台换衣服呢，等会儿就过来了。小宝在后台换衣服呢，等会儿就过来了。新年魔，宾客怎么就才来这一点啊？是不是你没通知到，还是他们都忘了？算算时间，小宝的亲朋好友应该到了。到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狗啊？还有一只猪，把这当什么了？动物园呐？臭死掉了，一行。这是豪门订婚宴，不是他妈的宠物聚会，谁放你们进来的？是我邀请他们过来的。妈，你让他们过来的？你不是一直想见见小宝的亲朋好友吗？喏，他们就是。菲菲呀，你也知道，小宝从小性格孤僻，没什么朋友的。订婚这大喜的日子，自然要邀请他们过来热闹热闹。不是他们突然窜出来，吓了我一跳，我差点撞到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你这不是没事吗？你这不是没事吗？走吧，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小宝的亲朋好友。这位是乐乐，从小跟小宝一起长大，形影不离，算是小宝的青梅竹马。长相普通，衣着也土里土气的，活该抢不过我。你就是乐乐呀，我听小宝提起过你。小宝提起过我？我是很羡慕你跟小宝之间的感情，但是男女之间哪有什么纯友谊啊？小宝他比较念旧，所以我不希望异性离得他太近。你们俩最好以后还是保持点距离。这位是圆圆，圆圆长得乖巧可爱，性格也温顺。原本是我预定给小宝的未婚妻。可惜了，两个孩子最终没能走到一起啊。圆圆姐姐啊，妈妈以前虽然喜欢你，但是啊，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缘分这种东西啊，它是天注定的，有些位置强求不来的。我希望你可以早点放下。那我就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好了，因为我已经怀了小宝的孩子。哎呀，脏死了！呀妈，你看他。菲菲，我前阵子教你的礼仪呢，来者是客，在客人面前大吵大闹，你像个什么样？什么东西啊！一帮穷鬼！别敢给我们菲菲脸色看，等订婚宴结束，看怎么收拾他！就是等死他！这姑娘怕不是疯了吧？不知道小宝是只猪吗？谁知道呢？没准儿是自己太贪慕虚荣，一门心思想要嫁入豪门，连真相都没弄明白。别急，事情的真相是什么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我保证，今天不会让大家白来这一趟的。高总，听说你把公司一半的股份都给了刘小姐肚子里的孩子了。您放心吧，公司以后有我跟菲菲在，一定会比你现在做得更好。好啊，我等着看。哎，亲家母呀，那之前咱们可说好了，等订婚宴结束就给那剩下的250万。现在宾客也到了，场面也热闹起来了，那剩下的什么时候给呀？
急什么？等见完了小宝，确认完婚礼流程，一切都顺顺利利的，我自然会给你们，少不了你们1分钱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想耍赖，故意拖着不给钱？哈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早就没打算信守承诺，你就是想耍我们刘家。我已经当着所有宾客的面给过承诺，就不会反悔。你们急什么？不许胡闹啊！亲家母，说话算数，别在这瞎嚷嚷啊，坏了菲菲的大事儿。妈，你还没明白吗？他就是没打算给钱，耍咱们，咱不能被他耍团团转。你懂什么呀？将来他们高家的不都是咱们刘家的？一时冲动啊，后边菲菲的婚姻大事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刘菲菲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当着在场所有宾客的面说出事情全部真相，承认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高小宝的，我就终止这场闹剧，既往不咎。妈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真相呀！我只是想好好跟小宝结婚，好好把孩子生下来照顾他，没有什么别的心思呀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就让你见一见，让在场所有宾客都看一看，真正的高小宝到底是谁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最帅气的新郎高小宝登场。难道高小宝真是一头猪？请容许我隆重的为大家介绍，这就是今天的新郎，也是我的儿子高小宝。姓高的，你故意耍我们是不是？你现在赶紧把你儿子交出来，要不然老子跟你没完！这就是我儿子。当初我问你们真的见过我儿子吗？你们回答的斩钉截铁。到了现在这个时候，反倒不认识了。刘菲菲，当初你可是发过誓，要是悔婚，就要赔偿我双倍彩礼。你们刘家赔得起吗？妈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拿这只猪羞辱我，到底存着什么心思？知道了，高小宝他肯定就在这附近。高小宝，你给我出来！高小宝，不用喊了。刘菲菲，我已经提醒过你很多次了。不是高总，你太过分了！我知道你想一心为自己的儿子脱罪，但是用这种方式是不是太侮辱人了？菲菲是个活生生的人，而且被你儿子欺负成这样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我早就料到你们会这么说，所以我特意翻出了小宝满月时的疫苗证明。你们给我睁大眼睛，好好看看上面的时间。这疫苗本是真的，我们家宠物也有，而且戳印是2年前的，那时候总不能预测未来造假吧？大家不要被他骗了。这种破疫苗本，网上随便几块钱就能买到了。你说疫苗本是伪造的？不然呢？高总，你一而再再而三拿这只臭猪来羞辱我，连结婚这么重要的日子都不肯放过我。就是呀，有人能证明吗？空口白牙，说不定啊是你伪造的，故意欺负我们母女呢。我们能证明？切，你们谁呀？还你们证明啊？我跟高总住在同一个小区，已经2年多了。我能证明高小宝就是他的宠物猪。这是我们之前录的视频，从他是小猪仔开始到现在，每一段都有，就可以证明高小宝就是他的名字。对，我也能证明，我们家圆圆和高女士养的小宝从小一起长大，每天都在一起遛弯。小宝是猪，我比你更清楚。难道咱们真的误会了高总？高小宝根本就没有侵犯刘菲菲。
这一切都是刘菲菲在撒谎。这明显就是刘菲菲玩的仙人跳，她就是想讹诈高家的钱。不，这不可能！高小宝明明就是个人，你们都是在骗我，你们都是串通好的。大姐，这证据都放在你眼前了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这嘴怎么那么硬啊？你们都是一伙的，高月肯定给你们钱了，不然他怎么可能帮你说话？而且，如果高小宝他真的是一只猪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同意我进门啊？还答应给我买彩礼，给我买房子？我看啊，就是高小宝临阵脱逃了，不愿意出来担这个责任。就是糟蹋完我女儿，现在还不想认账。有本事你现在就把高小宝叫出来，咱们当面对质。刘菲菲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特地等到今天，等到婚礼现场宾客满堂，我就是为了让你们一家人的贪婪嘴脸暴露干净，然后再一网打尽，也让在场所有宾客都看看你们是怎么讹诈我高家的。高总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没有儿子，我有证据能证明你就是有儿子。对，证据。来，大家都看看啊，这就是高月的儿子高小宝。这就是证据，上面的男人就是高月的儿子高小宝，他故意不让我见他，就是想耍赖，不想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高总，你也是孩子的母亲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刘菲菲，这就是你说的证据？那还不够吗？高总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没儿子是吧？那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？你确定当初欺负你的人是他？我确定，当初我去你家取文件，就是他把我拽进了房间，然后欺负了我。我还听见他管你叫妈妈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你们听听啊，他自己亲口都承认了，还说没儿子，照片都摆在这儿，还想狡辩？我不解释，是因为他本人就在现场。就是他，小宝，我现在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就不要再躲着我了，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小宝，小宝。你确定那天欺负你的人是我？我当然确定。那天就是你欺负了我，你的样子就算是化成灰我都认识。这些天你伙同高月一直躲着我，现在还装作不认识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高小宝，我告诉你，刘小姐为了你受尽了委屈，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就认起来肚子里的孩子。就是你毁了我女儿的清白，今天我好不容易抓到你了，大强，给我摁住他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婚你结也得结，不结也得结。小宝，你不认我就算，我肚子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难道你连自己的孩子也不想要吗？你肚子里的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跟你有关系，这是你的孩子，你是孩子的爸爸，就要担起爸爸的责任。你肚子的孩子不是我的，我不可能让你怀孕，我跟你的性别一样，都是女的。不可能，你的外形明明就是个男的，怎么可能是女的？看清楚没有？我女的，如假包换。哦，对了，我不叫高小宝，我叫李琦。这不可能，
这不可能，这身份证是假的。你的外甥明明就是个男人，而且我那天听见了，我亲耳听见的，你管他叫妈。你不是高小宝，你还能是谁啊？他是我资助的贫困生，从小父母双亡，是为了在学校方便学习和住宿，这才习惯了剪短发。平时穿着也比较中性，没想到竟然被你们当成了男人。刘菲菲，你刚才一口咬定说是他侵犯了你，才让你怀了孕。那我问你，一个女人是怎么让你怀孕的？你倒是给我说清楚！你我肚子菲菲啊，你肚子孩子没事儿吧？你可不敢有事儿啊！他是我们唯一的指望啊！高总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高小宝的。你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高家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刘菲菲、王文，你们做了什么？需要我当众说出来吗？珠胎暗结，然后嫁祸给高家。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，你们在高家的一言一行都被我用监控给记录了下来。我马上都要揣着你儿子嫁给别人了，你一点也不担心我们两个。这刘菲菲肚子里的孩子竟然是王总的，他们俩竟然想谋害高总，太无耻了！我们之前还帮他说好话，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是高家的，怎么好意思又要黄金又要股份呢？怎么回事？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高家的！滚掉！马上给我滚掉！你这是侵犯个人隐私，这都是伪造的！这都是伪造的！高月，你真是好算计啊！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所谓的真相，你一不设局，把我当成猴耍。高月，你太恶毒了！我恶毒？王文，你挪用公司为山区失学儿童捐助的300万善款，为你自己购置豪车和房产，这算不算恶毒？我是人吗？你主动给我辞去公司一切职务，带上这些罪证去自首，或许还能够争取宽大处理，因为相关证据我已经提交了。刘菲菲，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既然你肚子里怀的不是我们高家的孩子，你们不仅要退还我之前给你们的5金和房子，还要赔偿我双倍彩礼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否则我就去法院告你们骗婚，数额已经达到最大标准，足够你们一群人把牢底坐穿。走。行了，热闹都看够了，走吧。小婉，你这丧门星，要不是你才心不足，想敲诈高家，我们家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现在咱们家钱被你害死了，这下你满意了？就是啊，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钱没留下还要坐牢，你就是个祸害！你就是个祸害！王文，我是说万无一失吗？你不是说只要我怀孕就能顺利嫁入高家，拿到钱和地位吗？现在怎么成这样了？啊，那个死高月，这圈套害我，所有人都骂我，我还要赔1000万，他又说什么我还要坐牢，现在怎么办？你说啊！也是啊，王总，当时你拍着胸脯说没问题的，
现在我们家都完了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啊！250万已经花掉了一大半，根本就还不回去，更别说赔偿了。就是，我们可不想坐牢，更没有钱还。你要不想出解决办法，老子只能压你一起坐牢。急什么？一切还没有结束，我自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点说！只要能摆脱现在的困境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很简单，我们就直接去告高月，你就一口咬定，你和高小宝的确有婚约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高家的，是高月从中作梗，藏匿了高小宝，从中阻碍你们的婚约。我们告他有什么用？我们没有证据啊！证据我来准备，我们就以离婚为由去起诉，要求高月履行婚约，或者赔偿我们精神损失，再凭你肚子里的孩子要求分得高家一半的家产。只要你肚子里的孩子在，高月就不得不妥协。到时候你们不仅不用赔钱，不用坐牢，还可以拿到更多的好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，我要拿到高家的一切，我拼了！夫人，昨天婚礼的事儿闹上了新闻，大家都在骂刘家人自作自受，这是活该。不过，您真的想让刘家人赔偿1000万吗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这1000万就当给他们一个教训。如果犯错没有成本的话，那就是助长不正的社会风气，是该给他们个教训。你们来干什么呀？刘菲菲，我以为在凑够1000万之前，你不会再有勇气出现在我面前。视频被人发到了网上，我现在出门都要被人骂，你还有功夫在这喝茶？高月，你好歹毒的心！我告诉你，钱我是1分都不会。不是还钱，那你们来是干什么的？高总，我们今天是来和解的。和解？条件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100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不，是我们跟你和解。这是法院的起诉文件，高总，我相信你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。只要你愿意把公司一半的股权交给我们打理，外加附赠5000万元，我们是可以撤诉的。你们要告我？难道不应该告吗？我肚子里怀的是高家的长孙，高家的一切理应有他的一半。刘菲菲，看来昨天我在婚礼上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，让你还有胆子在我面前上蹿下跳。高月，你霸占着高家的一切，还妄想拿一头猪来糊弄我，你真当我傻子啊？我告诉你，识相的话就乖乖把和解协议签了，再发一条澄清视频，就说明昨天的一切都是你在陷害我。哎，菲菲，高总，你老了，公司交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打理，才会有好的未来。来，乖乖把字签了。今后每个月呢，我们会给你3000块的生活费。哎，这栋别墅就当是给孩子的见面礼了，怎么样啊？啊！没想到你们能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，贼喊捉贼。字我不会签，视频更不会录。刘菲菲，我劝你最好不要闹上法庭，不然到时候你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好啊，高总，既然你不愿意和解，那咱们打一个上见。走。针对原告刘菲菲诉被告高月女士离婚及财产分割一案，现在开庭。高总，乖乖把字签了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非要垂死挣扎闹上法庭，最后只会死得更惨。今天是谁身败名裂还不一定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法官，我要离婚。高小宝逃婚失踪，高月她把人藏了起来，就是想侵吞资产。我怀了高家的后代，按照法律，孩子有权继承高家资产。我作为他的母亲，有权替孩子主张高家一半财产。张口就要一半的家产，刘菲菲，你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多个屁！姓高的，要不是你那畜生儿子先欺负我们家菲菲，现在又翻脸不认账，就凭我们家菲菲的条件，嫁的比现在好得多。自己的儿子做了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，还这么嘴硬。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肃静，原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根据刘菲菲提交的 DNA 报告显示，其腹中胎儿与高小宝存在亲子关系。对此，高月女士，你有异议吗？高月，看到了吧？证据确凿，法律会支持我的。你必须认下我这个孩子，并且分给我一半家产。法律支持？这份报告是假的，不是我儿子的，我凭什么要认？你他妈放屁！那报告是正规机构做的，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？我看你就是不想认账。法官，高月这是故意狡辩，妄图推卸责任，恳请法官依法判决。法官，我有证据证明刘菲菲提交的 DNA 报告是伪造的。这是我委托权威机构做的鉴定报告，足以证明刘菲菲提交的 DNA 报告被篡改过，且所谓的高小宝样本根本就不是我儿子的。不是的，这不可能。高月，这份证据肯定是你伪造用来陷害我的。是不是陷害法官自有判断，我只知道不是我儿子的，我一分一毫都不会认，更不会让别有用心的人借助伪造的证据讹诈我高家财产。法官，这段视频足以证明他刘菲菲腹中孩子并非我儿子高小宝，而是王文的。他们勾结在一起，故意伪造证据，意图讹诈我高家财产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这个视频是合成的，是你故意要陷害我和王总。法官大人，我跟刘菲菲只是普通朋友，这个视频一看就是伪造的，绝对不能当成证据啊！法官，我的证据就是我儿子，我申请传唤我儿子高小宝出庭作证。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那就请高小宝出庭当面验证亲子关系。
小宝怎么可能是一只猪？他肯定就是一个人。你在骗我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这就是我的儿子高小宝，我从小养到大，所有邻居都可以证明。刘菲菲，你连我的儿子是谁都没有弄清楚，就敢伪造证据实施讹诈，你觉得法官会信你吗？法官，这是高小宝的领养证明和疫苗接种记录，足以证明这头小香猪就是我一直抚养的儿子高小宝。另外，这份是我从年轻时到现在的体检报告，上面明确显示，我从未怀过孕，更没有生产过。刘菲菲和王文明知真相，还故意伪造证据，意图讹诈我高价财产。刘菲菲，你贪心不足，勾结王文，伪造证据，合成偷钱视频嫁祸，意图讹诈我高价财产。今天我要正式控诉你。不是的，这一切都是王文的主意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你他妈放屁！明明是你贪心，你来找我合作的，加入高家，现在出事了，你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啊！安静，双方禁止争执，如实陈述事实，否则将以蔑视法庭论处。法官，我有证据证明刘菲菲、王文以及刘家人共同实施讹诈，恳请法庭依法严惩。刘菲菲、王文以及刘家人共同实施讹诈，恳请法庭依法严惩。法官，这份体检报告是由权威医院出具，盖有公章，可随时查证，足以证明我从未生产过，且不存在人类儿子高小宝。刘菲菲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为伪造。经法庭核实，高月女士提交的体检单子真实有效，能够证明其从未生产和怀孕，其主张成立。不是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不相信。这体检单子就是你伪造的，你就是不想认我和孩子。高月，你个恶毒的女人！对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我们家菲菲肚里其实怀的是高家的宠啊！那个体检单子是他故意伪造的，欺骗法庭的。安静，原告刘菲菲提交的 DNA 报告、证言均为伪造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不予支持。妈妈，留下全完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妈，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真完了啊？一句废物，是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害我一起遭殃。法官，我请求法庭依法追究王文、刘菲菲、王秀兰、刘大强的法律责任。法官，我请求法庭依法追究王文、刘菲菲、王秀兰、刘大强的法律责任。高总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们也是一时糊涂，被猪油蒙了心，才做了这种错事啊！你大人大量，放我们一马吧！对，都是误会，怪我们太贪心，我们不该污蔑您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我们一次吧。高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不该勾结王文，你更不该伪造证据陷害你，你就放过我们一大家子吧。这样，我把孩子打了，再也不纠缠你了。你们一家处心积虑，伪造证据，讹诈钱财，甚至毁我高家名声，这能算误会？
说实话，我原本打算放你们一马，只要你们退还彩礼，诚心道歉，我就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。可是你们贪心不足，非要往我的枪口上撞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法官，我正式举报王文、刘菲菲、王秀兰、刘大强，他们4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伪造证据，对我实施敲诈勒索，金额巨大，请法庭依法严惩。收到举报，本庭将结合现有证据，依法对4人进行审理判决。收到举报，本庭将结合现有证据，依法对4人进行审理判决。法官，这份是公证文件，足以证明王文、刘菲菲在明知高小宝是一头猪，不可能侵犯刘菲菲的情况下，依然策划诈骗，意图讹诈我高价财产。另外2份是他们用我支付的彩礼购买车辆和房产的证明，足以证明他们的欺诈意图和非法占有行为，金额高达数百万。哎呀，我们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不就还你点钱吗？你那么有钱，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对呀，我们已经认错了，也愿意退还钱财，你就不能网开一面放过我们吗？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什么？要法律干什么？刘菲菲，从你决定伪造证据讹诈我高价那一刻起，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这个局面。你和你家人还有王文，今天就应该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法官大人，我只是受刘菲菲蛊惑，并没有主动去策划诈骗，恳请法庭从轻处罚。你胡说！这明明是你主动找到我，说能帮我顺利加入高家，能得到高家的家产。现在你想脱罪，没本！安静，双方如实陈述，不得相互推诿。本庭将根据证据作出公正判决。安静，双方如实陈述，不得相互推诿。本庭将根据证据作出公正判决。我们错了，我们全错了。那彩礼也是你主动给我们的，也不是我们抢的嘛。你至于这样赶尽杀绝吗？我们可是普通人家，经不起这样折腾啊！是啊，你那么有钱，给我们点彩礼怎么了？就当可怜可怜我们，难道真要逼死我们吗？是啊，高月，你那么有钱，你给我们一点怎么了？你有钱就了不起吗？至于那么咄咄逼人？我们只是想要一点钱，你却想让我们去坐牢，你好狠毒的心！我给你们彩礼是基于你怀了小宝儿子的假象，现在假象被戳穿，你们就是诈骗。我没有咄咄逼人，我只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怪你们，要不是你们贪心不足，非要多要什么彩礼，还搞出这么多破绽，我也不会受你们牵连。你们他妈就是一群废物！明明是你出的馊主意，现在反过来怪我们。要不是信了你的鬼话，我们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就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拿了我们那么多好处，现在出事了想甩锅，你不得好死！王文，你这个臭骗子，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？你不是说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吗？结果呢？我看你就是想利用我，伪造证据骗取高家财产。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贱人，我
我不放过你的！你他妈，我都管！住手！都是你们的错！就是你这个贱人！你想嫁入高家，当什么高家少奶奶？要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从始至终没想讨哥让的钱。你放弃！是你主动找到我了，说能帮助菲菲嫁入高家，还能拿到高家的财产。现在出事儿了，你现在把责任都推给我们了。就是你他妈就是一个大骗子，还他妈利用我们！够了，王文，你别他妈装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就是你的吗？设下这个圈套，就是想利用。伪造证据，讹诈高家的钱，甚至还想趁机骗取高总的公司占为己有。黄文，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贝贝，你没事吧？孩子没事吧？我的孩子。王文，你给我住手！即刻来法庭上行刑！法警迅速将其拿下，通知人义务人到场。我的孩子，你放开我！不是我的错！他妈都见死吧！王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夫人，刘菲菲一家的宣判结果出来了，王文和刘菲菲家人涉嫌敲诈勒索，全部被判了刑。尤其是那个王文，在法庭上还动了手，被判的最重。还有，之前他们用您给的彩礼购买的车辆还有房子，已经被司法全部拍卖了，所有赃款都已经全部追回，一共是500万。辛苦你了，张妈。不辛苦，夫人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只是可惜了那笔钱，之前他们拿你给的彩礼一点都不珍惜，全部给刘大强买了房子，还付了彩礼，1分钱都没给刘菲菲留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他们之所以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，都是因为他们贪心，怨不得别人。他们执着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最终只会自食恶果。赵妈，把这500万赃款全部捐给慈善机构，资助那些贫困学生和需要帮助的人吧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准备。